师弟怎知他们会接受这样的条件？一般来说呢，确实不可能。不过这次特殊，这艘战舰其实是我们逃离紫云碧波潭时用的战舰。为了避免天军追击而弃之，后来又被天河军所获。若是向天河军讨要他们自己的战舰，那当然是不可能。但要是讨要玄龟部的巡天舰，那就不同了。说到底，那是友军的战舰，便是作为战利品带回云域天港，那也必须归还给九天门。他们将核心阵法的宝石取走，然后上报天庭说核心阵法已经遭到破坏。如此一来，下令弃之便合情合理。师弟给的理由很合适啊。你要的可以代替核心阵法的宝石。多谢师兄。师兄，天河军虽退，但肯定退得不远，很可能还在幽泉谷附近埋伏。而且近千的妖怪，要跨越数万里而不被天庭发现，绝非易事。师兄，还有一事，请您务必出手相助。你又有什么鬼点子了？呀！厉害！真是野性难驯。无极童子，师父，现在命你们二人去常驻齐来山，观察那石妖的一举一动，并及时禀报，不可懈怠，也不可大草惊蛇。弟子遵命。此事事关重大，即便是被那石妖察觉也无所谓。但是，如果有人干扰到你们的行动，要立即出去，明白吗？弟子明白。去吧。是，师父。师父，小师弟似乎已经知晓了一些。啊，为师知道了。现在小师弟已经去了齐来山，怕是也该让他知道一些了。若是一无所知的话，他怎么能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？师父是想放任自流？对，种子已经种下了，剩下的就是给它足够的阳光和营养，终有一日会生根、发芽，长成大树啊！三位师叔好。凌云师叔，磐石在凌云阁怎么样啊？还能怎么样啊？看你急的，这小妮子。磐石给我写信了。我很好。就这样？就写了3个字啊3个字也够了。哎，对了，师叔，上次我在磐石那打扫的时候也收到一封信，字迹是一样的呢。你们看，我还以为有人假冒磐石给我写信呢。你们看，磐石给我写信了，真好。磐石啊，你要赶快回来，
我会好好在这等你的。短嘴最近很失落啊。是啊，自从知道白猿死了之后，就一直是这样。后来把你救回来，知道老牛也死了，就更严重。到家了，这一次我不会跑了，我会留在那里，无论生死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对呀，师傅，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。怎么会呢？我怎么会不回来呢？师傅，金丝雀呢？金丝雀呢？金丝雀它死了。这里有我当年和雀儿发现的一个山洞，看看能不能用。小心，这里有个强大的防御阵法。不过年代已久，法力已经耗尽了。当年我若是贸贸然冲了进来，说不定就出不去了。你这个叫傻人有傻福。这儿环境还挺不错的，如果你被困在这儿的话，倒也是个不错的结局。我当年要是被困在这洞里的话，我就去不了瑶光洞，我就没办法答应你一个条件，被你耍得团团转。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你还说我得了便宜呢？你遇到我才是你这辈子最大的便宜。是，我也占了便宜。我们两个能相遇呢，是这辈子最了不起的好事。哎，这看上去不像仙人的居所，反倒有点像妖怪的洞府。不过可以确定，之前住在这里的妖怪应该不少，而且应该是势力不小的妖怪。齐来山福地，飞娟洞洞天。这里的空间够大，又够隐秘，在隧道布个法阵，能准确感知，抵御外敌。我打算把这里作为大本营。哦，再把那些军舰拆解，避开天军的追查。这拆解出来的金属，都往着飞娟洞里运。大伙儿都可以搬进来住。小狮子，路都打探清楚了吗？打探清楚了，绝没问题。
这东西能成事吗？自然会有法阵和秘密武器。可有查到六妖王所在？禀元帅，皆已查清。有迹象表明，六妖王皆与玉真子有来往。玉真山玉真子，正是。玉真子好像私下与六妖王达成协议，为他们提供丹药和法器。循着玉真子这条线继续查下去。是。元帅，船舰已准备妥当，可以启程了。走。哇，云玉天港真是气派，没想到还能来云玉天港，竟然还能得到北辰元帅的护送，真是因祸得福了。见过北辰元帅。元帅为天庭除妖，威名在外，定心早就仰慕不已。今日能够得到元帅护送，我们姐妹三生有幸。云玉天港气势恢宏，天河军军纪严明，元帅真的是令人敬仰。两位仙娥，准备启程去彩霞司吧。连背影都如此阴兀，一想到未来的几天要和北辰元帅相处，我的心就砰砰砰的直跳。元帅，一切正常。好，没你事，去忙吧。是。我现在是个小兵，但我以后一定会成为大将军的。等我立了功领了赏，我就回来娶你。谢谢你。你信我，我沈孝说到做到，我一定回来娶你。有敌情！全军注意，保护仙娥进舱。放开他！刚才见这个女人舍命救你，你和她关系不一般呐！啊！告诉你，我们虽然杀不了你，但我们可以杀了她。我叫你放开他！好啊！姐姐。
想要怎么样？之前在天河军舰上，姐姐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仙就是不一样，瞧你长得水水灵灵的，我看了都觉得要疼惜你。可惜中了毒，气色差了些。北辰啊，你毁了我的龙城，你说我该怎么回应他呢？要不然，先杀了他的女人，再剁了他的手脚，然后慢慢的折磨他。哎呀，可惜呀，他都快死了，玩不成了。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，特别的美味鲜嫩，我可要好好的尝尝。霓裳，霓裳，你没事吧？霓裳，霓裳，好诡异的举动。这谷中布了法阵，似乎与霓裳身上之毒相排斥。若要强行冲出，霓裳恐怕性命不保。不要害他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北辰，有人要害你，我听到了不好的消息。好些仙家准备拿花蕾的事情大做文章，还有妖怪要害你，我真的好害怕。别怕，我在。别怕。我该怎么办？1000年来，你我相见却不能相守，形同陌路。我好想见你，却怕害了你，怎么办？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你真的没事了？
末将来迟，请元帅恕罪。天父去追击藤魔王和司徒王，可有消息？回禀元帅，还未传回消息。谷中法阵已破，请元帅回军见。去查一查，这山谷中的法阵到底出自谁手？是。这几日，多谢元帅照料，霓裳已经没事了。霓裳告退。立即传令下去，全面查剿六妖王，直袭六妖王的妖窟。是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哎，这是……恐怕是余毒未清。这该如何是好？我去找元帅来帮你疗伤。别去，姐姐。群妖为乱，他本身就分身不暇，我又怎能耽搁他的大事？你放心，我这里带着太阴元君的丹药，只要服下丹药，相信即日便无大碍。可是，若石妖察觉，亦无不可。对方也不过是炼神境罢了，我等怎会让那石妖察觉？是师父多虑了。临行前，师父再三叮嘱，事无大小巨细，均需查探回报。反正我们紧紧盯着就是了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我要在这儿盖一个大大的房子，那就像那样。房子怎么可以建在水里啊？你建在水里那才叫房子，你小屁孩懂什么？一边去，别事。哎，吕六拐啊，哎，你来评评理，哪有这样的呀？房子建在水里还怎么住？而且这个小溪离石头哥住的地方那么远，我才不要住在这里。哎呀，他是青蛙，他喜欢住水里。你不喜欢，你跟大王说一声啊，让他给你换一间你爱住的。哎，你不是老鼠吗？自己打个洞就行了呀，建什么木屋啊？多此一举。那你还是松鼠呢，你怎么不去树上住啊？哎，怎么打起来了？哎，住手！你打我干什么啊？干什么你啊？干什么啊？我妈在打我！师弟，你那个白猿朋友我安顿好了。多谢师兄。我还打探到，圣尊去过地府2次，几乎将整个生死簿全部翻遍。由此可见，他已经通过某种手段知道雀儿并非处于死亡状态。师兄的意思是，雀儿已经复活或者变成人了？你若是想找到他，只需翻阅圣尊最后翻阅的部分，便可找到答案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雀儿当时确实让人引着去的，对方也自然知道圣尊能通过这种手段知悉，但却依旧敢引。由此可见，这内里有乾坤呐。我明白。师弟，你让你的人从军舰上把金属抬下来，是要在齐来山冶炼吧？无论你想做什么，别做傻事就好。师兄放心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你心里有数就好。若是遇到困难，就给师兄来个信儿。我回幽泉谷了。师弟保重。师兄保重。我想设立个书院，让吕六拐教他们认字，这起码不能是文盲吧？再教他们正确的法门，进行修行，尽快提升修为。提升修为我能理解，但是教识字什么情况啊？我还第一次听说妖怪读书的呢。这往后用处可大着呢。你也把你在北斗瑶光洞弄到的那些东西写出来。我们也弄个藏经阁。哎，我说你啊，你胆子可比我大呀！我起码猜到我师傅8、9成的心思，我才敢去藏经阁。你呢？难道师傅也给你暗示了？其实我也是偶然发现藏经阁有地库的，而且我去的时候门就开着。就开着？所以我想解空祖师应该是故意让我偷看的吧。他应该早就猜到你会离开北斗瑶光洞，所以呢，让我把该教的都教给你，这样呢，既能打好基础，又能在你离开的时候助你提升修为。不过这么看来，他应该早就猜到我会跟你谈条件吧？真是个老狐狸。想让我破天道，不教点真本事能行吗？不过接下来的事，他该猜不到了。哎，你知道北斗瑶光洞最严厉的处罚是什么吗？逐出师门。其实那个时候呢，我正在跟我哥赌气，所以我就想着先拜师。拜师呢，为的就是去藏经阁找书。到时候被逐出师门，我就回蓝山。说来我可是天地亲封的蓝山圣母呢。到了蓝山之后呢，我就找个书生，学我母亲来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。到时候看我哥是要把我压在山下呢，还是怎么选？你不会真的打算找一个柔弱的书生吧？不行吗？这书生有什么好的？这百无一用是书生，还不如我这个山大王呢。书生有什么不好的呀？才高8斗，满腹经纶，温柔体贴，善解人意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书生大多数都不是这样的，他们迂腐，不知变通，手无缚鸡之力。要女人保护的男人，那就不是男人。你堂堂蓝山圣母，可不能嫁给这样的废物。书生不好，难道你好啊？我起码比他强100倍啊！我有时候能保护你。哎呦，一路上还不知道谁保护谁呢。再说了，我找的又不是保镖，要什么修为啊？那万一是个丑八怪呢？你也嫁呀？你都没见过，凭什么说人丑？我就知道，我起码甩他10条街。就你啊？你这个皮囊嘛，看着也就凑合吧。不过变成妖形就……哎呀，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比妖好看吧。我想我们结束约定之后，我应该还是会回蓝山吧。到时候就真找个书生，可以考虑一下。其实我到现在都不能接受我哥被招安的事情。我不怕死，我想他一定也不怕吧。但是他却向天帝还有圣尊低头了，这比死还难受，可能是物以类聚吧。所以我更喜欢固执还有倔强的人。可是我哥，他只是面对一个天庭，一个天地，一个天条，就连母亲都保不住，更别说打破局面了。而你的处境要比我哥糟糕很多，这样下去，你会不会成为第2个杨言？或者到最后尸骨无存？当时
我在关江口做后勤的时候，日子过得真的挺苦的。那时候天庭呢，哎，去过搬进室。哎呀，起来！哎，谁呀？大早晨的找我清梦呀，这脾气还挺大的嘛。哎，臣不知大王驾到，失礼失礼失礼，还望大王恕罪。你赶紧去蓝山，给我查查那个蓝山的书生，哎，忘了他姓啥了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哎，反正是那些长得好看的，查一查他的底细，绘个画像回来。书生。如果找到这个人，就让他消失。让他消失？我叫你让他消失。是，臣一定把蓝山所有长得好看的书生全部处理掉。说起这个书生，我就来气。你说书生有哪点好的？大王，正所谓书者知识也。这个你就是一个典型，一股穷酸气。对了，还有件事儿，你酝酿一下，去开个学堂。开学堂？大王，您不是讨厌书生吗？为何还要开学堂培养书生啊？怎么有意见呢？臣不敢，臣不敢。不敢就别废话。开个学堂，教会他们认字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齐来山的教书先生，在最短时间内教他们读书写字。这教书先生，大王。臣有何做的不好吗？你做的挺好的。既然臣做的挺好的，为何大王要让臣去教书呢？大王，臣可以就因为你做的好，才让你教书，这是重中之重的事儿，也只有你能办好。拜托了。多谢大王信任，大王慢走。重中之重。找好看的书生和开学堂，先办哪件呢？有件事让你去办，组织一下人手，把齐来山还有四周侦查一下。侦查时候小心点。这虽然是我家乡，可我对它并不了解，尽可能仔细侦查。如果遇到诸如妖怪的势力，还有仙人洞府之类的，不要惊动，先通知我。辛苦了啊！应该的。北臣参见玉真大仙。北辰元帅不必多礼，贫道在天庭并无神职，你我平辈相交便可。谢道兄。这是我玉真山产的雾竹茶，那贫道亲手种的。北辰元帅，且尝尝。好茶。至于怎么好呢？北辰乃一介武夫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怕是糟蹋了这好茶了。哎，北辰元帅名声远播，乃真英雄也。这茶你喝，怎么能是糟蹋呢？北辰此次前来，有一事相求。且说。北辰想请道兄停止供应武器丹药给西流之州的妖王。莫不是真要做这遮天黄沙中的一点清明？
你可知道贫道的玉珍观每月给妖王提供的武器和丹药，可获利多少啊？100万斤上下。哦，知道的很清楚嘛。既然知道，还让贫道停止供应。你不去干你分内的事，打打妖王，也不上报九霄宝殿管好天上的众神，第一站就上贫道这儿来，是不是有点不对呀？若是如此这般下去，100年之后此消彼长，天庭将失去今日之鼎盛。届时3界兵祸再起，生灵涂炭，怕是道兄也不缺这一点金晶吧？又何苦助纣为虐呢？看来北辰元帅眼里就只有一个忠字。生灵涂炭，何为生灵啊？你打杀的妖怪便不是生灵了？若道兄不肯帮这个忙，北辰也只好鱼死网破了。这是藤魔王用来攻击北辰的武器，在山谷布下的法阵，想必也是出自道兄之手了。北辰大可将此事公诸于世，在那九霄宝殿之上，必定孤立无援。到头来，北辰虽身死魂灭，却也给陛下提了个醒，封死了这条路。道兄法力无边，想必不会沾染祸事。可是好买卖也到此为止了，同样是不做，道兄何不帮北辰一个忙？这个人情，他日必当奉还。就是拼个生死魂灭，也要搅贫道的局吗？北辰便当是死谏了。自古忠臣良将，死谏者非1、2可数。我乃天上神仙，又怎可输于他们？大将非死于沙场，而死于庙堂，岂不可叹吗？形势所逼，北辰无路可走，还请道兄见谅。既然如此，贫道就暂时停止给妖王提供武器和丹药。不过你也要抓点紧，如果妖王给贫道出了一个更动心的价格，到时候可就不好说了。谢道兄，这个人情，他日必当还上。人情就免谈了吧。贫道只是不想背上一个逼死北辰元帅的骂名罢了。独木难支，天庭的乱象，又岂是你能改变的？本来想见识一下北辰元帅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样3头6臂，没想到这一剑让贫道损失100万金晶的入账，真是贵呀！下次你若再约，不来了。自古薄命的不只是红颜，还有忠良。你好自为之吧。自古薄命的不止红颜，还有忠良。元帅，我们何不将此事上奏，由陛下裁决？天庭不知多少仙家参与进来，众口能说金。